嗨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从碧浪桥继续出发，希望呢能够转一个圈呢。根据以前我知道的信息呢，顺着碧浪桥一直走到那边的有一个流溪河的堤坝，然后呢再转回来啊，大概呢就形成了一条环形的步行或者骑行的绿道。我看看能不能骑到江边去啊？应该呢，江边也有路可以骑行。从这边骑下去啊，整个流溪河尽收眼底。从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一段开心的骑行。据说呢，这个环流溪河的绿道全长大概有6公里左右啊，但我不知道某一些路段有没有被临时的封锁。看看这边清水的栈道上，缓缓地向前骑行啊。有翠竹的地方呢，就感觉特别清爽。现在呢，就在一片竹林当中穿行，看到很多新的竹子已经长高了啊。从竹笋呢长成了成年的竹子。看来这里也是一个私家的地方嘛。像一个宾馆啊，那我们就不进去了。就顺着这个河边的栈道往前骑行。以前呢，来步行过几次啊。像今天这样的肆意骑行，还真是破天荒啊，头一遭。但是呢，很奇怪啊，从化就像一位待出阁的女子啊，身在闺中无人识，知道这边的美，愿意到这边来走走的人呢，并不很多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，说不定某些路段呢，
就莫名其妙的临时的被关闭了，都是以疫情防控作为理由。那正好呢，我们就到这个凸起的一个小平台上来看一看整体的感觉。从这条栈道这样的小路骑进来，边上的就是流溪河，平静的河面啊。对面呢就是富丽的一个楼盘。在这样的地方啊，可以养尊处优，也可以抒发闲情逸致啊，倒是蛮适合我们这些退休老人家退休的生活。看了以后呢，要多来一来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出发。走过一段荒废的温泉酒店啊，现在呢望出去啊，左手边就是开阔的流溪河，感觉这个流溪河呢就在两边的山峰中间穿行。
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这边呢有很多的建筑物，貌似呢都是温泉宾馆，都在围蔽施工当中。前方是翠岛度假村，但是好像我走的路不对啊，看看掉头。现在骑行的这条环流溪河的绿道啊，或者说骑行道呢，前几年已经建成了，但是呢，因为遇到这个疫情啊，到这边来到访的游客并不多。所以呢，今天独自在这边骑行，来来往往的车呢比较少，让骑行呢变得比较亲近啊。我忘了这个右手边的这条道路叫什么名字了啊？应该就是温泉什么什么街吧。我看对面写的是温泉翠岛街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指的这条路呢？今天呢应该是礼拜六，所以还是会有不少人呢专程开着车到这边来度假。温泉镇呢，除了泡温泉以外，还是有很多可以游玩的地方。但是更多人呢，可能到这边来吃农家菜啊。这边呢，就来到了望谷的温泉小镇。这边呢有酒店，也有一些别墅一样的住宅。前段时间，碧桂园也在这边开发了一个叫望谷合苑的，应该是别墅式的小的居住区。从这边呢，就可以经过一条拦截流沙河
形成一个小水电站啊，或者形成一个小水库的这么一个堤岸。现在呢，我就顺着这个堤岸往前骑行。因为这条步行道很窄，我看也就是50公分左右吧，所以呢，我骑的要比较小心，以免掉下去啊。好，现在呢已经骑过了这个堤岸，然后呢就已经骑行了一半的路程。现在呢，我要从左侧这边拐进去啊。走到流溪河的这边来。这边的风光呢又有所不同。在这边骑车啊，实在是太爽快了。看到有湖边的路啊，我们也打算到湖边去逛它一逛。也有一小段的栈道，清水的小平台。就在这个河边的弯弯曲曲的小道上骑行，非常的舒服。这边呢还专门做了一条供人步行的石子路。我今天啊，
专门给一位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的一位朋友回复啊，他就觉得像在祈福，尤其是缤纷会那边啊，都是楼房，生活空间局促啊，没山没水的，觉得很闷。当然，我不知道这位网友啊，他是不是祈福的业主或者是租客，也不知道他的年纪啊，活动能力如何。但是呢，我给他回复啊，就只有8个字：四周转转，调节心情。本来就这样啊，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，都会有些发腻，尤其呢是对那些空间比较局促的居民的小区啊。但是呢，人是活的嘛。我刚刚在温泉镇啊，温泉酒店就看到很多像是到这边来旅游的，坐着旅游车来的这些游客，他们叽叽喳喳在这边议论纷纷，但总体来讲呢，都很开心啊。因为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尤其是靠近自然的地方，有很好的风光啊，没有理由不开心。人呢也不可能永远待在城市，他就是要有些时候去到一些自然环境比较好的、有旅游资源啊，或者说有人文景观的地方呢，去做一些休闲的散步。当然也可以吃一下农家菜啊。那天气要是凉爽呢，来温泉镇泡温泉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所以呢，不管你住在哪里啊，生活闷不闷，取决于你自己。也就是说呢，你想让生活过得沉闷，那是你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你其实有很多个选择啊，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。比方说，我现在骑行在这样的一条绿道上啊。迎着蓝天白云，可以沐浴阳光，我就感觉特别开心的一件事。甚至呢，可以一边骑一边对着空旷的地方啊说说话啊，虽然不一定有人听到。然后呢，回去可以做出一个比较真实，但是技术上可能有点蹩脚的视频，分享出来，总有那么几位的网友啊，能够给予鼓励。所以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这边呢，看来是一个广场啊，还有一些雕塑。突然发现这边还做了一些迷你的埃尔菲尔铁塔、巴黎圣母院啊。巴黎圣母院一把火烧掉以后，不知道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。这边还有一个雕塑特别好玩，是2只天鹅。总之，这边呢也想搞成一个景观吧。哎。各有各的招数啊，好吧，我也不知道应该往哪走了，应该这边可以的吧。从河边的小路继续往回骑啊。所以呢，我给网友的建议就是，走出你的家门，到任何你不常去的地方，可以是一片农村地带啊，
也可以是一个热闹的城区的商业带，随意的走走，就会遇见很多开心的事情，心情就会变好啊。像这条路呢，到这边就拐了一个弯，又拐回到流溪河边上啊。我以前呢曾经走过啊，所以呢我还知道应该怎么走。从这边来回望一下刚刚走过的流溪河，刚刚从这条道走过来啊。这边有个小道，对面的都是一些温泉酒店了。前方呢就是碧浪桥啊，我刚刚的骑行就从那边开始的，现在呢走到了流溪河的这一边，继续往前骑行。这边呢有很多的温泉的酒店啊，或者是餐馆。虽然今天的水呢，水量显得有些不太充沛啊，但是还是可以啊。在这个河边呢走一走，吹吹风。看看对面的青山，今天的这个蓝天白云太漂亮了啊！但是呢，前几天我发现我这个相机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时候我也开着进水了呢，还是怎么样啊？就是有时候有点蒙，但另一台呢好像就没有，所以可能效果呢没有看到的那么真切啊，但是也无妨。我们只是大致的留下这样的一个影像而已。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走得出去啊？好像有点危险啊。原本呢，这边是一个餐馆或者是一个酒店啊，就借了它的边上的一条道，看来呢是可以的啊。那好了，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这边都被封住了。你看这边是不是风景绝佳？只是这个河底啊很浅。都已经露出了河床了，一直从那边望过来。好，继续往前骑一段。哦，这边还不错。直接可以骑下来，还是有些人在这边钓鱼啊，但我不知道这边有什么渔获，可能就是享受钓鱼本身吧。
这一条沿河的绿道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左前方呢就是碧浪桥啊，我刚刚呢在碧浪桥的对岸开始我的骑行，现在呢几乎又回到了原点。那么这边呢，基本上就完成了我今天在流溪河畔的骑行。这边呢不仅有公交站啊，而且呢还开了一个麦当劳。左手边呢，这边呢就是温泉泉眼啊，从化温泉泉眼，可能就是这里冒出温泉来的地方吧。再看看这个圣托利庄园，其实也是跟对面啊合办的一个有点西化的温泉，后来呢，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麦当劳了。好，虽然我们已经快回到了骑行的起点，但是我还是想回到碧浪桥上去走一走。这座呢就是碧浪桥。我们先来看看这边啊，非常漂亮。刚刚从对面啊拐了一个弯，就这么过来了。啊，前方有个亭子，可以休闲一下。整个河水还是非常干净啊，虽然不够深，水量不够大。对面呢就是广东温泉宾馆，刚才中午就在里面吃的饭啊，在里面呢也稍稍骑行了一段，尤其是沿着流溪河的2段长廊、画廊啊。好，我们到温泉宾馆门前掉头。国家那么大啊，各个地方的文化那么丰富，总能找到你心仪的地方啊。好，我们在从化温泉镇的第一段的骑行啊，从碧浪桥开始，又回到碧浪桥，沿着流溪河绿道啊，大概6点几公里的骑行呢就结束。那我们呢也在此告一段落啊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从化温泉镇的骑行呢还将持续，敬请大家期待下一段的骑行和沿路的风光。再见，拜拜。